下面制作袖子，先进行钩织，完成后连接到前后片对应位置。这里袖子分为左袖和右袖，单个袖子又分袖边、袖身和袖梢。先起针钩织袖身，完成后继续往上钩织袖梢，最后调起针的另一侧钩织袖边。先来钩织右袖，首先钩织袖身，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来回往返绕圈进行钩织。这里袖身有2种花纹，我将其分成3段讲解。首先起针钩织第1段，开始采用锁针环形起针，方法与身体处相同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其完成。完成后钩织第1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钩1针锁针间隔，往下跳过一个锁针，挑下一个锁针的上方1根线，钩织1针长针，1针锁针间隔，往后分别空1针，钩1针长针，长针之间1针锁针间隔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1针长针，继续钩1针锁针，下方跳过1针，到了起立针位置，调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处，挑2根线，钩拧拔针连接，拉紧。此时第1圈完成，接着钩第2圈，需要在反面右往左钩织，先翻转织物，然后往左调锁针动眼，钩1针拧拔针带线。这里带线拧拔针不需要拉紧，接着立3针锁针起立，往下钩1针锁针间隔，后面都是调锁针动眼钩长针，长针之间间隔1针锁针。钩完最后的锁针，在起立针顶端拧拔，往后约到长针起立针，都是在第3个锁针处，调2根线入针，然后拉紧。此时第2圈完成，接下来钩第3圈，需要在正面右往左钩织，先翻面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。这里起立针与下方这个起立针对应，往下分别调锁针动眼和长针针目，一对应钩长针。钩完最后一个动眼的长针，此时大家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起立针算作1针，包含起立针，这一圈总针数与起针数相同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。
拉紧。第3圈完成，继续钩第4圈。先往左挑针目，钩一针引拔针带线，然后翻转，立3针锁针起立。后面交替钩一针长针和一针锁针，长针下方都跳过一针不钩。先钩一针锁针，起立针与下方这个长针对应，跳过相邻这一针，挑下一针入针钩织，后面继续按规律钩织。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，拉紧。第4圈完成，往下钩第5圈。先往左挑相邻锁针动眼，钩引拔针带线，然后翻转，往下立3针锁针起立。之后分别挑动眼，钩长针，长针之间间隔一针锁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，拉紧。往后每圈都像这样一正一反绕圈钩织，部分圈起始需要钩引拔针带线，之后部分圈还需要通过少针来减针，也就是空一针不钩，从而少掉一针。具体的针数和规律大家参考图纸。往下剩余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剩余完成。由于第2段需要换色，第1段钩完后要进行断线，此时第1段就讲解完了。往下钩织第2段，将第1段最后一圈的反面对着自己，然后在起立针左侧的锁针动眼，入针接线。接着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动眼钩一针短针，边钩边注意藏之前的线头和接线线头。往后分别挑锁针动眼和长针针目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最后在起立针顶端之前引拔穿入的位置钩一针短针。此时大家核对一下针数，这一圈短针数是上一圈长针数加上锁针动眼数。最后在第1个短针针目上引拔连接，拉紧。第1圈完成，接着钩第2圈。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转，往下从左侧一针开始，分别挑针目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钩完最后一针，大家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与上一圈针数相同。最后在第1针短针上引拔，拉紧。第2圈完成，继续钩第3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转，
挑下方左侧的针目，钩一针短针，接着钩3针锁针，然后挑短针的入针位置，钩织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先钩织2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1个2个，最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。接着往左跳过5针短针，挑下一针针目，钩织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。接着钩3针锁针，然后挑枣形针同一个入针位置，钩一针短针。我将这2个短针及之间看作一个枣形针花样，往下继续钩织7针锁针过渡，然后跳过5针短针位置，钩织一个枣形针花样，先钩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在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。接着跳过5针，钩织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后面钩3针锁针，同一个位置钩一针短针，完成枣形针花样。之后钩7针锁针过渡，往后都是交替钩枣形针花样与7针锁针。这里花样中2个枣形针之间空5针不钩，7针锁针的下方同样空5针不钩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织。钩完最后7针锁针，跳过5针短针，往下到了开始的位置，挑第一个短针的针目领拔连接，拉紧。此时第3圈完成，接下来钩第4圈，需要进行渡线。先处理线头，然后翻转织物，挑上一圈相邻第一个枣形针的针目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一针短针，往下钩织3针锁针，然后挑短针的入针位置钩织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
往下钩织3针锁针，后面挑相邻这个锁针大洞，钩织1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往下挑左侧相邻2个枣形针，靠左侧一个枣形针的针目，钩织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。3针锁针，同一个位置钩1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我将短针左右的3针锁针到这个枣形针的位置看作一组，之后就重复这样一组的针法钩织，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图纸，继续往下钩织。最后一组先钩3针锁针，挑大洞钩1针短针，再钩3针锁针，然后挑第1针短针的入针位置，钩织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3针锁针，最后挑第一个短针针目引拔，拉紧。第4圈完成，下面钩第5圈，先参考图纸度线。然后立1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1针短针，接着钩5针锁针间隔，往下挑左侧短针旁边这个锁针洞眼，钩织1针短针，5针锁针间隔。接着挑左侧相邻枣形针的针目，钩织短针，5针锁针间隔。往后分别挑短针右侧的锁针洞眼，以及2个枣形针里靠右侧的1针针目入针钩短针，短针之间间隔5针锁针，继续往下钩织。最后在开始短针上引拔，拉紧。第5圈完成，之后的第6到7圈往返钩织2圈短针即可。第6圈都是挑短针针目和锁针洞眼入针钩织，第7圈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断线并印藏线。
此时第2段就讲解完了。下面钩织绣身第3段，花样与第1段相同，来回往返绕圈钩织长针和锁针，部分圈位置需要通过少针来减针，大家注意边钩边核对针数。钩完后不需要断线。此时第3段就讲完了，之后继续钩织绣衫。先参考图纸，在对应位置度线，然后在绣身最后一圈的反面进行钩织，之后每行首尾都要进行减针。最后几行还需要空出布放位置，不钩。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其完成即可。钩完断线并藏线。此时绣衫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往下钩织绣边，沿着起针另一侧绕圈钩织，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将起针的一侧朝上，注意绣身第1圈的正面朝外，然后在之前绣身起立针的位置调左侧锁针动眼，入针接线。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挑这个动眼钩2针短针，后面分别挑长针之间的锁针动眼处，一个动眼钩2针短针，边钩边注意藏接线线头。结尾时遇到起针的线头，边钩边藏进去，继续往下钩织。最后在开始短针上拧拔，拉紧。第1圈完成，下一圈需要换色，进行断线。往下钩第2圈，在上一圈的正面，挑第1针短针的位置接线。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1针短针。往后几圈都是挑针目不加不减钩短针，并且不需要翻转织物，全部在正面钩织。大家参考图纸，将后面几圈短针钩完。完成后钩织最后一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同一个位置钩4针长针。接着往左跳过2针短针，挑下一针位置，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和1针短针。我将这2个短针和之间的锁针看作一个狗牙花样，后面继续跳过2针，挑下一针，一个位置钩5针长针。
我将这5针看作一个贝壳花花样，往后就是分别跳过2针，交替钩织狗牙花样和贝壳花花样，一直钩到最后还剩部分针数的位置。到了差不多的位置，往下我们数一下剩余的针数，看剩余针数是否能按规律均分2种花样。这里最后一定要是狗牙花样，如果无法按规律均分，这里可以调整花样之间间隔的针数，比如多间隔1针或少间隔1针，只要钩完最后是狗牙花样即可，并与开始预留1到2针的距离。我这里正好能均分，不需要调整，继续往下钩织。最后在起立针位置紧拔，拉紧，断线。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此时最后一圈就完成了，这样袖边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此时右袖的制作就讲完了。接下来讲解左袖，袖身和袖边与右袖完全相同，袖梢两侧减针数与右袖稍有不同，但是用到的针法都一样。往下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左袖钩织完成，完成后同样断线并缠线。完成了袖子的制作，往下进行安装，将其连接到前后片侧边。先摆放好袖子位置，将前片朝前，然后左袖放于右手边这一侧，右袖放于左手边这一侧。这里袖身的最后一圈与身体最后一圈对应，居中位置可以扣校扣标记。之后将袖梢略高的一侧与后片对应，另一侧与前片对应，在2个顶端分别扣校扣标记。之后在织片的反面分别调2侧，与前后片的侧边钩织短针和2针锁针来连接。这里前后片都是挑边缘大致对应的洞眼或者针目入针，袖梢挑1行的侧边洞眼入针，然后进行边钩边连。往下我提供一个钩短针和锁针连接织片的方法，供大家参考。注意这里短针之间实际是钩2针锁针，视频主要演示方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学会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连接，请看演示。下面演示用短针和锁针的方法连接2个织片，将2个织片正面相对，反面朝外，重叠放好。钩针穿入2个拐角位置的起针处，接线。
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钩锁针过渡，锁针的数量参考图纸，这里钩3个锁针，接着穿入左侧位置，注意同时穿入前后2个织片，钩一针短针，再钩锁针过渡，然后同时穿入2个织片，钩短针，继续钩锁针和短针，注意前后2个织片对齐，不要错位。短针的入针位置不固定，只要钩织过程中保持织片平整即可。继续将这条边连完。完成后断线。这样，这条边就连接完成了。这是正面看到的效果。连完后最终形成这样的效果，也就是前低后高。这就是袖子的连接方法。下面钩织衣领，沿着领口区绕圈钩织。第一圈，先参考图纸，在后片的一端边缘动眼开始接线，然后往下钩织对应的短针和短针减针。遇到这一侧后片与袖子的连接点，调2个织片处钩织1个短针减针。之后袖子继续钩织对应的短针和短针减针，挑针目或者动眼入针，遇到前片与袖子的连接点，同样钩织短针减针。之后继续挑前片边缘，钩织对应的短针。拐角的位置需要进行加针，也就是一个位置钩3针短针。之后继续调每行的侧边动眼或针目对应钩短针。期间遇到肚线，将其包裹进去。这一端拐角同样钩织3针短针，后面对应钩短针。前片与袖子连接点钩织短针减针，袖子位置对应钩短针和短针减针。钩到袖子与后片连接的位置，钩织短针减针。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参考图纸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需要断线，之后继续在之前起始位置接线，往下钩织第2圈。这一圈之前后片与袖子连接处的位置需要对应钩短针3针并1针。接着一一对应钩短针，之后到拐角的位置需要钩织短针1针放3针。另一端同样的位置钩织对称针法，拐角钩织短针1针放3针。后片与袖子减针的位置钩织短针3针并1针。往下演示一下短针1针放3针和短针3针并1针的针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参考图纸进行钩织。请看演示。
短针一针放3针，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1、2、3，短针一针放3针完成。可以看到，在同一针末钩了3个短针。这就是短针一针放3针的钩法。短针3针并1针，钩针穿入左侧针末，绕线，钩出。这是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接着钩第2个，穿入相邻针目，绕线，钩出，完成2针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继续钩第3针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4个线圈。一针短针3针并1针就完成了。这就是短针3针并1针的钩织方法。之后剩1圈，继续钩织几圈短针，最后1圈时交替钩织贝壳花花样和狗牙花样，注意狗牙针数稍有不同。结尾时钩到还剩部分针数，需要按规律均分一下，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间隔的针数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衣领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和安装装饰。先缝合珍珠，这里我以绣边为例进行演示。在绣边贝壳花的下方，分别横向缝上1颗珍珠。先拿起对应颜色的线，这里使用绣边最后1圈同色线，取一段长线头。这里实际直接使用1根编织线材进行缝合即可。之后将线穿入细针，注意针要能穿过珠子。准备好之后开始缝合。先从任意贝壳花的下方背面将线穿出，然后预留一点线头，之后穿入1颗珠子，之后往左穿线，从织物里面将线带到下一个贝壳花位置。然后穿入1颗珠子，再从织物里面将线带到下一个贝壳花位置。
最后按照这样的方法均匀缝合珠子。缝的过程中线不够时，可以将剩余的线穿到背面，然后打结接线之后，继续穿到正面缝合珠子。缝完最后一颗珠子，将线穿到起始线头附近。两个线头打死结。之后将线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这样绣边的珠子就安装好了。之后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衣领贝壳花下方安装珠子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，在绣身第二段这里，上下枣形针形成的花样中心分别缝上一颗珠子，这里珠子单独缝合，缝完一颗后在背面打结并缠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在衣领拐角处制作和安装系带，先钩织绳子，之后穿入一颗珍珠扣，另一端缝合到拐角贝壳花的后方，这里绳子使用双股线，也就是将两根线合并成一根线来钩织，然后使用挂线钩锁针的方法进行钩织。往下我提供一个挂线钩锁针的方法供大家参考，绳子的具体长度参考图纸，大家也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使用对应线材进行钩织。注意，时机要使用双股线钩织。同时钩完结尾预留长一点的线头用于缝合。请看演示。下面演示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。前方留出所需细绳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，左手挂线，留出的线头在下方，先打一个结，然后将流线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钩针绕线，将线从挂的线和线圈中勾出。第一针完成，将下方线头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继续钩织，钩针绕线，将线勾出，重复挂线钩织。到达需要的长度后，留线断线。如果需要缝合，线头留长一点。
这种方法也可以编织出双色的细绳，左手同时挂2根线，分别为线1和线2，钩针逆时针绕一圈，然后钩针绕左手挂线中的其中一根钩出，拉紧起针的结，整理一下线头，左手挂线1，将线2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开始钩锁针。需要的长度完成后断线。这就是双色细绳的钩织方法。完成绳子的钩织后，使用预留的线在一端缝合一颗珍珠扣。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就可以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安装。使用一段系带的钩织线材穿入细针，然后在对应的位置将系带的另一端缝几针固定，小样位置随意。同时这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就可以。最后的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这样系带的安装就讲解完了。另一个系带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并安装即可。此时装饰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到这里上衣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裙腰，由主体和装饰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完成后缝合珠子。先来钩织主体，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。将身体的起针处朝上，然后找到起立针的位置，在其左侧锁针处调锁针的2根线，入针接线，也就是这一侧针法的同一个入针位置。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一针短针。往后遇到针法位置，挑其入针位置，锁针的2根线，对应钩一针短针。遇到锁针大洞，这里有几针锁针，就挑动眼钩几针短针。往后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织，最终钩织的针数要与起针数相同，继续往下钩。最后在开始短针上紧拔，拉紧。
此时第一圈完成，之后每圈都是在正面钩织，同时往后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其完成。完成后需要断线，此时主体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完成了主体的钩织，接下来在对应位置安装珠子。这里由于后面需要穿入腰带，我们先留出腰带的首尾位置，将上衣平铺，然后找到右侧边缘往里的第5个藻形针花样位置，然后将其与旁边花样位置空出，之后从左侧这样藻形针的花样中心开始，间隔一个花样安装一颗珠子。都是安装在花样的中心，安装方法与绣身的花样处珠子相同，一个个单独安装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，此时裙腰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来制作裙身，沿着裙腰这一侧往下绕圈钩织，钩织的方法与上衣身体处相似，只是起始的几组花样针数稍有不同。之后花样位置逐渐增加针数，加到对应针数后，剩余不加不减钩织。这其中用到了一个新的针法，长针8针并1针。钩织方法与之前的并针相似，也就是挑对应位置钩织8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再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与长针6针并1针以及长针5针并1针等相似，只是针数不同。则往下大家参考图纸，将花样区域钩织完成。最后一圈钩织时需要进行换色，这里是钩织贝壳花花样和狗牙花样，同时之前并针的位置对应上方，需要钩织不拉紧拧拔针和短针3针并1针。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参考图纸将裙身钩织完成。最后制作腰带，先采用花样起针的方法钩织花样，之后沿着花样绕圈钩织，最后在两端安装珍珠扣。首先进行钩织，拿起对应的线，然后锁针起针，先起1针锁针，接着钩织花样，先钩2针锁针，然后挑起针的锁针，挑其上方1根线，钩1针长针，完成一组花样。之后继续钩织花样，先钩2针锁针，然后挑下方长针与锁针之间的缝隙，钩织1针长针，又完成一组花样。后面按照第2组花样的方法，将对应数量的花样钩完。钩完对应的花样数后，此时大家也可以比对一下长度，将其围绕裙腰1圈，然后首尾分别留出30到40厘米的长度。如果想要调整长度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钩织的花样组数。此时起针花样就讲解完了。之后钩织第1圈，
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下方花样的缝隙钩织2针短针，之后都是挑花样缝隙，一个缝隙钩2针短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花样的位置，往下继续挑这个花样位置，钩1针短针，之后挑花样的另一侧，按照一个缝隙钩2针短针的方法钩织，边钩边缠起针的线。钩完最后一个花样位置，继续在缝隙钩1针短针，然后挑第一个短针的针目，挑其后半针，也就是针目里靠后的这一根线，钩1针引拔针连接，不需要拉紧。此时第1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，往下分别挑针目的后半针，也就是靠后的这一根线，一对应钩织半拉紧引拔针。注意引拔针不要钩得太紧，织物保持平整。最后与上一圈引拔针的辫子钩引拔针连接。此时第2圈完成，往下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接下来在织物的两端缝合一颗珍珠扣，这一端使用预留的线直接缝合，另一端重新取线，在边缘中心进行缝合。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腰带的制作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安装腰带，找到裙腰之前没有安装珠子的枣形针花样处，从其左侧的洞眼穿入，之后依次从没有安装珠子的花样左右洞眼穿腰带，装有珠子的花样始终在外面，最后从没有珠子的花样这一侧洞眼穿出，然后调整一下腰带，使其首尾长度差不多，织物平整。之后穿着时根据实际情况抽拉，然后打结即可。这样腰带的制作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连衣裙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